那个自称甘雨的使者丢下这几句话就消失了呢？不过我们居然收到了璃月七星的邀请函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跟有钱人见面一定要注意礼仪。呵呵，有幸受邀前往群玉阁做客的人确实很少，你们去吧。不过别忘了送先点仪的事。你们从群玉阁回来以后，我们下一步会合的地点是荻花洲。我们不会忘的，约好时间，荻花洲，不见不散。看，天上那个就是群玉阁啦。失策了。作为向导的我，好像并不知道通往天上的路在哪里。不过既然要去群玉阁，那直接在地图上找群玉阁的位置也是很合理的。一定是在附近就有上去的办法吧，我们找找。快看，这里有机关，既然出现在对应的位置，那肯定是跟群玉阁有关。怎么会？要相信我的直觉。哼！咦，只能飞到这里，都怪风场不够厉害，不然就能直接上到顶了。为什么？否则，我明白了，否则甘雨让我们自己拜访群玉阁就说不通了，对吧？好吧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我们……先等一等，你看下面，原来我们已经走到归中街附近了呀。这样的话，我有个新点子，不如用归中机把你发射上去吧。只是没有考虑到安全细节而已。对哦，这么说来，确实可以利用。那就靠归中机来找找看，附近还有没有上去的路吧。站住！什么人，竟敢私闯重地？是啊，真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们是受邀来这里的，是贵客，凭什么这样对我们？不，等一下，难道宁光他是故意的？他假装请我们上群玉阁，其实在这里埋伏了千岩君，想要把我们抓起来。我生气了！那边的士兵，你们这是钓鱼执法，无耻！什么？正常的守卫任务，怎么就无耻了？一派胡言！总之，先把可疑人士控制起来再说。住手！何事喧哗？客卿大人，这两个怪人突然出现，似乎对归中机有所图谋。你说谁是怪人？你们要上群玉阁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受邀请的客人，想找璃月七星。你又是谁呀？真巧，我就是璃月七星。我是客卿，璃月七星之一的玉衡星。我知道你的事，旅行者。你是宁光的客人吧？没想到会在山间偶遇。哇，我也没想到会在荒郊野里遇见有钱的大人物。天衡谷成员的归中机损坏，却在一夜之间修复完好。
我在这里原本是想调查一番，这些千岩军只是负责守卫现场，不是来抓人的。原来是误会啊！真是完全没想到。话说回来，仙人所造的机关居然有凡人能修好，这即使对七星来说也算一件奇事。嘿嘿，那个是……诶，对了，这位玉衡大人，你知道天权大人为什么要邀请我们去群玉阁吗？叫我克勤就好。宁光约你见面，我想无非是希望拯救蒙德的英雄中立一些，至少不要完全站在仙人一方。我们可没有站边，我们和那些仙人聊过，他们也是准备庇佑璃月的。你说的庇佑，就是指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吗？诶，因为你们是凡民，是他们庇佑的对象，所以他们不会把你当作有能力刺杀神明的刺客，所以他们一定也觉得宁光封锁现场，盘问凡民，追捕刺客，这些命令全都是无用功，甚至是在掩盖什么。我直说了吧，这是在小看人。你这么说，确实也有点道理。不过，像你这样不敬仙神的璃月人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。不是要敬他们时间观念淡薄，又对凡人心存傲慢，所以暂时还不会对我们七星出手吗？算了，我不该这样谈论仙人。不敬仙神只是我个人的态度，宁光就绝对不会说这种话。总之，我也承认，这一次仙人们的行事已经足够克制。帝君遇害，实在非比寻常。面对如此超出常理的事态，他们仍然愿意召集众仙商议，没有直接打来，这还挺文明的，真叫人意外。宁光那个人呢，在他眼里，最好万事都能坐下商量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连璃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璃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呢？又是一句非常大胆的发言呢。那就言尽于此吧。其实我本来没必要说这么多，但你是很好的听众呢，旅行者。好了，你们该去群玉阁了，要准时哦，因为求见宁光的预约都已经排到明年了。璃月的顶级富商们都把登上群玉阁当作从商生涯的无上荣耀，人人都带着好礼，只为从宁光手中换取些许好处。好处？可是，对了，见面礼也是璃月的珍贵文化，我们不是为了好处，是为了尊重璃月的传统文化。好了，要送什么见面礼你们慢慢想，我先把去群玉阁的方法告诉你们。其实你们不必来天衡山的，回璃月港去吧，到月海亭找引路人，然后如此这般。那么我们有缘再见吧，旅者。那位玉衡星虽然不敬仙神，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飒爽的人呢。对了，要给宁光送什么见面礼呢？我想想。对了，昨天我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一道无比尊贵的点心——糖霜史莱姆。我有预感，它很适合宁光这种身份的大富豪。我们就用这个当做礼物吧。没有，但只要用皮卡的感觉去做就好啦。快去搜集材料，事不宜迟，荣华富贵在等着我们。空气里有强烈的甜香味，而且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听起来是从那个遗迹里发出的声音。是那些盗宝团把什么人关起来了吗？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
多谢阁下出手相救，否则我就要烂在牢里了。那些盗宝团心情好就修剪一下那几盆甜甜花，心情不好就修理一下我。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，千万不要太感谢我们哦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谢礼自当备上。别这么说，多亏了您，我才能逃过一劫。我是璃月港内明星寨的供货商孟丹，平时常在山里走动，四处搜集古董。没想到这回跟盗宝团看上了同一座遗迹，一不小心就被抓住关起来了。哎，这位恩人，您手头还缺什么吗？古董、珍玩、各色摆件，只要您要，只要我有。等等，我们确实在找一件东西。哦，是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可以装礼物的盒子？要漂亮一些的，用来放点心的那种。这当然有，做古玩的怎么能不备礼盒？明星斋里自有7国第一流的送礼包装。您等着，我去跟老板打个招呼。您什么时候需要，到店里直接找他就行。太好了，我们的糖霜史莱姆有豪华包装盒啦！你好，有个叫孟丹的人说，我们可以来店里领一个漂亮盒子。老孟的跟我说了，二位真是多亏你们相救。我店里最好的那些货品，许多都是老孟搜集来的。万一他有个3长2短，我的生意也做不下去。来，这礼盒本身就是古物，起码有140年的历史，已经洗净备好了，请过目。还合适吗？可以，非常合适。对了，可以再借用一样东西吗？当然，东西都在架子上，您随意。旅行者，这个大陶罐看起来很厉害，用古董做搅拌盆，做出来的点心一定好吃。做好了，独一无二的糖霜史莱姆，把它小心翼翼地摆进礼盒，点缀一些糖粉。这儿有刚摘下的鲜花，摆2朵吧。太好了，真漂亮。好，我们的荣华富贵都在这个盒子里了，现在就去群玉阁找宁光吧。按照柯晴教的，现在应该这样说：你好，这里卖月亮吗？是的，要几个？数量不方便透露。答得好，二位请由此登阁。对了，二位就是宁光大人今天安排的客人吧？嘿，没错。但这不是客人的暗号，而是玉衡特许的暗号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恭候多时了，绝云间归来之人。呀，是宁光。初次见面，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给我的，真是多谢。我请二位来，反倒让二位费心了。不费心，不费心，嘿嘿。很高兴你也喜欢它。这座宫殿浮空的位置，高于一切山脉，从这里能清楚地看见璃月港的全貌。从学做生意的年纪起，我就开始为它积攒建造资金了。成为天权以后，我更是邀请顶级工匠不断扩建。起初，它只有房间大小，如今已能遮蔽璃月上空真正的银月了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它的影子会笼罩7国。有资格登上群玉阁的外客不多，但西风骑士团的代理团长与我有书信往来，对你赞赏有加。所以，从你到璃月的第1天起，我就开始散出眼线。什么？终于在你们前往望舒客栈时，大致掌握了你们的动向。
难道菲尔戈代特老板是你们的人？不是的，整座望舒客栈里全都是我们的人。不是，在龟中机旁见了一面，对吗？你该不会一直在天上偷看吧？这么远的距离，偷看有些难吧？凭借耳目即可。我对你们很感兴趣，关注也是理所应当。你与仙人往来颇多，对我们不信任，也是理所当然。这次请你来，就是想要解开一些误会。你应该听说过魔神战争吧？世上曾有诸多魔神，也曾有旷日持久的战争，直到2000年前方才终结。期间生灵涂炭，流血无数。最终，提瓦特大陆上只剩下7位胜利者。他们在败者的残骸上建立国度与城邦，开始了7神的时代。看见孤云阁了吗？那并不是天然的地貌，而是战争期间帝军投下的巨大岩枪。在岩枪之下，镇压着帝军当年的手下败将，未能取得7神之位的昔日魔神。不仅魔神会死，即使是陈氏7执政，2000年来亦有更迭。帝军的逝去是离月无法想象的灾难，但提瓦特的7神体系不会崩溃。下一位岩神迟早会出现，但我们又怎会遗忘帝君？到那时，离月人与仙神的关系必定会与过往不同。即使在新的时代，离月7星也是帝君的旧日子民，向帝君举刀的罪名，你认为我们担得起吗？那天在玉京台，事出突然，我也毫无防备。你当时在现场，应该都看见了。7星的敌人早已潜伏在离月港内，若不采取行动，就会落于下风。藏起先祖法退是必要之举，借此我才能转明为暗，以静制动。你说的敌人是谁呀？旅者，你觉得呢？啊，你和宁光在打什么哑谜？正确的答案。外面景致虽好，但高空的风还是略大了些。二位，店内已经做好了待客的准备，请随我进来。哇，好大的客厅啊！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房间。二位随意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也可以。啊，真的可以吗？我请你们来，自然是把你们当成朋友。朋友来玩，当然是开心第一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那面墙吗？哦，你的消息很灵通嘛。因为连说书先生都在说，好多人都在求购墙上的纸张，可有名了。因为那面墙上记录着离月的秘密，商人对秘密总是充满热情。但旅行者，离月的商业秘密对你来说并无意义。你很特别，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吧？如果可能，我想获取你的信任。但假如要你在我和客情当中选择一个更值得信任的人，
会选克勤吧？这种程度的直觉，我还是有的。我原本觉得过刚易折，以他那样的性格当上七星，有些事还需要我在背后打点。但在他说出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连离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离月的未来要怎么办？这句话以后，我心中的一些疑虑倒是被打消了不少。不错，我不否认帝君的逝去看似对七星有利，但为了离月，我也不能被七星篡位的流言束缚住应有的行动。看来你从刚才开始就已经完全明白我要说什么了。我下令封锁消息，藏匿仙体，一来是为了暂时稳定局面，二来也是为了避免在蒙德发生过的那种事。愚人众借帝君之死，已经有了太多超出外交底线的暗中行动。我身为对离月负责的天权，对抗时也顾不得姿态优雅了。批准送仙典仪的筹办，也只是为七星全面接管离月争取一些缓冲时间。果然和钟离说的一样，七星提供了仪式场地，只是因为可以利用我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呢。啊，对了，说到达成目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可以说吗？但说无妨。听说送了见面礼的客人都能得到一些好处，那我们有份吗？没关系，我很喜欢直白的人。最近这段时间，麻烦你们的事情也算是不少。这样吧，作为赔礼，你可以从我这里任选一件喜欢的东西带走。好，就等着这句了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想要的是那面墙上的纸片。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你不明白吗？这面墙上的纸，哪怕只有指甲盖大小，也能卖出天价。要是没有撕碎的一整张，我都不敢想象它值多少魔啦。诶，认真一看，根本不用挑嘛，最大的一张笔记就定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好，就选定这张吧。啦啦啦，先来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哦，这里有个圈出来的地点，难道是宝藏？或者是别的什么发财机会？我看看，边上这些字写的是百无禁忌录什么什么愚人众研究复制。好像不是宝藏。这张纸上写的是愚人众对百无禁忌录的秘密研究，被七星部下的眼线发现了踪迹。宁光刚才说愚人众在离月暗中做了很多坏事，比如散布流言、觊觎仙体什么的。但研究百无禁忌录算是什么类型的坏事呢？说起来，百无禁忌录和你也有点关系，要不要去探查一下？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就不去了。哦，原来你的意思是，越是不能全盘尽信宁光，越是需要亲自去印证一下宁光的说法。有点超过我的理解范围。我觉得他对我们很亲切，是个好人。不管了，就照你说的，先行动吧。在去迪花州找钟离之前，我们先去这份资料里说的地方看看，愚人众是不是真的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在这张纸上写的位置，居然真的有愚人众，而且还对我们很有敌意的样子。这里有好多符咒，
还有好几叠空白的纸，会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这上面的图案似乎在哪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公子给你的那张百无禁忌录确实也长这样呢。这种和仙人有关的信物为什么会落到公子手里，也确实相当可疑。对哦，流云借风真君说过，阎王爷当年造百无禁忌录的时候，不是当作信物来用的。这种符咒最初的用途是在魔神战争当中用来发挥神力。愚人众这样抄写百无禁忌录，是想尝试用什么方法来引导出类似真品的效果吗？在战争中发挥神力的效果，听起来很凶险。真复杂。总之，以后要对公子更多防备一些了吧？好啦，在这里折腾了这么久，和钟离约好再见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。宋仙典仪筹办之旅的最后一站，记得是在迪化州吧？快走吧，别迟到了。你们很准时吗？我也刚到不久。全玉阁好玩吗？超大、超华丽、超贵，是我见过最贵的建筑。确实，全玉阁若称第二，璃月便无人敢称第一。你们应该见过宁光了，聊得如何？他好有钱，好慷慨，是很亲切的人。他对宁光的看法和我不一样，他觉得还是那位说话过于直白的玉恒星更加可信一些。哦，你们还遇到克勤了？他对你们说了什么吗？他说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连璃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璃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啊？不敬仙神。的确，比起什么话都敢说的克勤，同为七星，还是宁光更像一位典型的商人。虽然亲切，但你无法确定他是100%的真诚。他能坐上今天的位置，全靠自己。这样的人物必定有其超凡之处。我听说，不断扩建的群玉阁正是他志向的体现，是他人生中第二重要的东西。哪怕放弃天权之位，他也不会放弃群玉阁。群玉阁是第2位，那排第1位的呢？当然是摩拉了。对了，他找我们说的最多的事是关于愚人众的。他说帝君遇害以后，愚人众一直在璃月搅浑水，可坏了。愚人众历来如此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不论愚人众在图谋什么，总之与他们打交道时，凡事都多留个心眼吧。说起来，迪化州也有宋仙典仪要用的东西吗？对，我们今天要找的是野生的琉璃百合。琉璃百合？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啊？明明玉京台的园林里就有很多，我听说青侧庄也有一些。对了，我记得我们遇到平姥姥的时候，她就在看花，不如直接去问平姥姥要吧。不，那都是人工培育的，并不合用。琉璃百合曾经大量生长在迪化州，是一种欢欣的花，会聆听人们的歌声。魔神战争前，迪化州还是片陆地，是战争引来山崩，才让这里被大水淹没，变为湿地，令琉璃百合几乎绝种。现在，城里还保留了一些人工培育的品类，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其实野生琉璃百合还没完全灭绝。这种琉璃百合香气浓郁，碾成粉末以后放在永生香的香炉里，才是完整的送仙传统。不过，想采这种花还需要你的帮助。
没错，你的歌声一定能让花的香味提升到极致。你唱歌的水平怎么样？是吗？有点不信。效果如何，一试便知。是时候一展歌喉啦，加油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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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怎么了？这些花突然跳起来，它们好像很生气。难道是因为你唱的是蒙德的歌，在璃月语言不通？它们根本不是琉璃百合，琉璃百合怎么会打人？这是一种叫做片片花的魔物。这些花瓣有点意思。用于伪装的琉璃百合与片片花一起埋了太久，反倒成了极好的药材，因祸得福。把这些花瓣收起来吧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这些花瓣可以用在送仙典仪上吗？很遗憾，不能。啊，怎么这样？请问，你们是在找琉璃百合吗？啊，是你？糟糕，想不起名字。你好，旅行者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名字。说起来，二位的群玉阁之行感受如何？因为你没告诉我们怎么上去，所以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路呢。我没说吗？我们靠自己打听来的。是的呢。完了，我竟然忘记说了。感觉甘雨脸色不太对劲的样子，而且比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连气质也不太一样，好像没有当时的那种严肃感了。因为那时是天泉星使者的身份，但现在只是在看花。看花？为什么不在城里看，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呢？玉京台是帝君逝去之地，在那里看花是很令人寂寞的。最近这几天，我在玉京台附近办公时，都会把窗户关上，以免望见窗外的风景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起这个话题。不，是我自己没能整理好自己的心情。2000年前，魔神战争结束，最初的七神曾在璃月相聚，与帝君对饮。而今神位更迭，酒会上的七神已是5神。是的，既然帝君魂归高天，那最初的七神就只剩蒙德的巴巴托斯大人尚在尘世了。其余5位，包括到期的那位雷电将军，都已不是2000年前的故人。现今的尘世七执政，须弥的草之神最年轻，只有500岁，而阎王帝君在世最久，已有6000余年。所以3700年历史的璃月，从建立之初就已是帝君统治，从未经历过与神灵的辞行。那么，你对这场辞行有何看法？突然这么问，作为人，我至今也无法想象，失去了帝君的璃月会变成什么样。但作为仙，我想，我迟早还是会接受事实的。既然帝君逝去，那么仙神与璃月立下契约的时代，在事实上就已走向终结了。你说作为仙？我是人类与麒麟的混血，有一半仙人的血统。在魔神战争时，也为帝君、为璃月出过一份力。战争终结以后，我与帝君签下契约，开始担任历代七星的秘书。就这样，一直到了今天。
还是聊些其他的吧。你们刚才说是来找琉璃百合，我也知道野生琉璃百合所藏的位置，刚好摘了一株，不嫌弃的话，请收下它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那你摘之前唱过歌了吗？是的，这种传统我自然也很清楚。请放心，我唱的是璃月本地的民谣。哇，你也很内行呢，谢谢你，甘雨。不，是我该感谢你们。若不是这次偶遇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为辞行久远之躯的仪式送上一份心意。我该回去工作了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这样一来，送仙典仪所需的各种筹备基本都完成了。摘花这件事在各种意义上都很方便，做起来没有困难，所以才把它留在了最后。他要是在璃月做生意的话，应该会很享受创业的生活吧。呵呵，我也确实有过那种日子。创业，开荒，万事开头难，投注的情感也多。等到一切运转如常，久而久之，情感就会逐渐磨损。磨损的多了，就要重新审视自己。若不小心处理，灵魂就会留下裂纹，无法挽回。看吧，这种语气一听就是过来人。好啦，既然事情都搞定了，我们也该回璃月港啦。咦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城门口有这么多千岩军，还有鱼人众？气氛异常，看来有大事发生。为安全起见，最好找人打听一下。是往生堂的客卿钟离先生吧？千岩军正在对我们严加监视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可别轻举妄动。哦，非常时期。绝云间的仙人终于动身了，他们此来恐怕来意不善。是为兴师问罪吗？多半是这样。听说七星中的几位早早地带人前去迎接。哼，说是迎接，不如说想要把仙人阻拦在城外吧。但双方态度都很强硬，一时陷入了僵局。事情走到这一步，也是必然。仙人不认七星，只认与炎神的契约。如果他们决定强攻，这璃月港恐怕是挡不住的。但璃月七星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。哼，谁不知道他们态度强硬？但就因为这样，人和仙的矛盾才会一触即发。然后呢？怎么鱼人众反倒成了众矢之的？哼，还不是因为那个宁光。说什么在这山雨欲来的时刻，要千岩军彻底控制鱼人众的动向。现在才想起来要限制我们的行动，七星也不过如此。总之，钟离先生，你是公子大人的合作者，你的态度也有一半是我们的态度，可别让人抓到把柄。看来璃月港里的各种矛盾都已经彻底达到极限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要凭特殊的中立身份出面调解，还是想要靠你个人的武力改变某些平衡？这两条路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吧？哦，对了，钟离先生，我听说你们往生堂好像也被卷进了冲突里，正在与找上门来的官军对峙呢。这可不妙，我得先走一步去往生堂看看了。希望胡堂主暂时应付得来，可别闹出什么大乱子。旅者，你也再思考一下吧。在我看来，想要阻止一触即发的爆炸，不如先想想隐性在哪儿。当愚人众的道上朋友，看来既有好处，也有麻烦呢。所以，刚才钟离说的隐性是指什么？原来如此，我好像也明白了。要说谁最盼着这种满城大乱的情况，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他了。这家伙一定是趁着所有人都没空管他的时候，
去做什么坏事了。可是现在该到哪里找他？在所有混乱都变得特别混乱的时候，他会去哪里呢？哇，这里就是黄金屋，外面看起来就已经很气派了，没想到里面更加豪华，而且满地都是摩拉。既然整个提瓦特的摩拉都是在这里造出来的，那是不是多一点少一点都很不容易被发现？原来是诱饵式陷阱，好险好险，幸亏有你提醒。但就算不能拿，近距离看看应该没问题吧？可以的话，我还想躺在里面睡一觉，用摩拉当被子，做梦也会更香。嘿嘿嘿嘿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正事要紧，这里是不是太安静了？先祖法推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肯定不会没人看管吧？嘿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感觉情况很不妙了。我们赶紧去确认一下先祖法推有没有异常吧。作为引路人，你们的使命明明已经完成，为什么还要来自找麻烦呢？是谁？如果你们是愚人众，或许能够拿到一笔来自女皇的丰厚奖赏，但可惜现在就只是毫无价值的碍事者而已。该从何说起呢？本来绕远路也不是我的风格，但谁知道一到离月，炎之神就离奇死亡，先祖法退还被藏了起来。要不是借你们筹办送仙典仪的机会得到了一些消息，只怕会更加麻烦。哼，不惜停止摩拉的铸造，也要隐藏先祖法退，七星还真是下了血本呢。原来你真的是想要在先祖法退里找出神之心。作为愚人众的11执行官，必须贯彻冰之女皇的意志。女皇想要，我们就来取。问题不在于谁会允许我，而是谁能阻止我。唉，交易和算计的时间终于全都过去了。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些小手段，不过为了女皇，我可以忍。接下来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单纯的快乐的事，那就是争斗。争斗？你是那种喜欢找人打架的类型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在蒙德，女士在教堂外冒犯神灵，得手以后就急匆匆地离开。她宁愿靠冰雪暂时封住所有人的行动，也不想当场与你一战。这是为了避免战斗时的动静引来歧视。面对强者，她只会优先盘算利益，考虑胜负，考虑出手以后的影响。但我成为执行官以后，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向更多强者挥拳。蒙德发生过的事不会再发生一次了。好，那就来试试吧。我不会杀死你，旅行者。我只是想享受战斗的乐趣，所以请你陪我玩而已。你打不赢我，所以不用赢。只要和我一样，也享受战斗的乐趣就好。我这么说，你应该能明白吧？好吧，既然你也很想玩，那可别让我扫兴啊！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展现你的一切吧！与愚人众执行官对战的机会非常难得，要好好表现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不错不错，确实有点手很好，你有这样的实力，怪不得女士也对你有所忌惮。那我也可以尽情发挥了。只是我的尽情，对你来说可能太粗暴了。面对执行官的全能，让我看看你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吧。这招，嘿，不错，你的剑术确实有点意思，但
也就仅止于此了。想不到你还藏了一手，居然利用劣势反而接近了先祖法退。别大惊小怪的，像个新兵一样。这种事对久经沙场的人来说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那么摩拉克斯的神之心，我就收了。原来如此，真叫人意外。原来你才是捷足先登的那一个。凡事都有代价。是你抢先一步得到了神之心吧？是行动比我更快，还是说黄金部的情报也是故意透露给我的？无论是哪一种，现在都快把神之心交出来吧，别让我自己来取。不是我们拿的。他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也该冷静下来了。刚才那身魔王武装对身体的负担果然很大，让我没机会停下来思考。但仔细一想，你们确实没有比我抢先一步得到神之心的可能性。无论神之心去了哪里，都应该与你们无关吧？是啊，都说了不是我们拿的。旅者，你今天展现出的实力，比女士在蒙德对你的评价更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看你的样子，心里好像是有答案的。唉，但如果是不能对我说的秘密，那我也只能勉强压抑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。哼，有这场战斗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同样是追求变强的人，都是朋友。尽管这种友谊的形式只能是互相争斗，真是奇怪的朋友观。但现在也不得不暂时搁置知己间的交流，回到我的任务中去了。既然神之心不是被人拿走，那会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在先祖法退里呢？更进一步的想，先祖法退本身会不会也只是一种障眼法？啊，你是想说？恐怕正是如此。哼，那可真有意思啊！不愧是商业之都的守护神，对契约之外的小手段也非常精通呢。唉，这样一来，就只能发动备用方案了。备用方案？本来不想用这个方案的，因为会波及弱者。说到底，世界属于我们这些追求变强的人。对于无聊无趣的弱者，我平常都不怎么愿意去理会。可惜身为愚人众执行官，是不能对手段挑三拣四的。这就像小孩子有时候也得学着去吃自己不喜欢的胡萝卜一样吧。所以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我要唤醒孤云阁下沉睡的魔神。魔神？漩涡之魔神奥塞尔，在魔神战争时败于炎之魔神摩拉克斯，被岩枪镇压在海中。
如果让一位昔日的魔神去进攻失去了神灵镇守的璃月港，你们觉得那位把我们都耍了一通的阎王帝君大人，还能安稳地躲在一边看戏吗？可是，魔神战争都结束了2000年，在世上只有7神的今天，你要怎么把远古的魔神？当然是已经准备好了唤醒的手段。啊，那是百无禁忌录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确实有发现愚人众在研究它。没错，给你们的那张只是这场研究的副产物而已。这么多百无禁忌录的力量汇集在一起，再加上女皇赐予执行官的力量，暂时解封岩枪镇压之力，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。原本对我来说，走到这一步，动用远古魔神的力量已经很无趣了，也不符合我的信条。不过，一想到不仅是那位炎神，连你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应对，倒也还挺有意思的。拭目以待吧，失去神明的国度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？不过，如果你们也想陪璃月人一起溺死，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。追丢了，那家伙跑得好快！哎，那是什么？赶得好累，要不是出黄金屋的时候刚好看到群玉阁在天上飞，现在还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呢。我们赶上了吗？漩涡之魔神还在海里，还没登陆璃月港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咦，啊，是仙人们！为什么你们会在群玉阁上？之前听说你们在和七星吵架，已经吵完了吗？诸位仙家的意思是，当此危难之时，仙人与七星也该暂时放下不和，共同对敌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大家的防御方案是什么？那个漩涡之魔神，只是从这么远的距离稍微看一眼，就觉得呼吸都有点不顺畅了。千岩军里有些新兵，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。远古魔神的威压，看来对普通人的身体非常有害。但正因如此，更不能让那怪物接近璃月港的平民。好可怕！2000年前的魔神战争，就是在与这样的敌人战斗吗？所以，靠现在在场的七星千岩军，加上几位仙人的战力，能解决海里的那个魔神吗？众仙家已经讨论过了，答案是未必。不会吧？可你们是守护璃月的仙人和守护璃月的七星啊，不能想想办法吗？那倒是可以的。诶，此前龟中记一事，让七星动了心思，前去探究。而今，身为龟中机制造者的本仙，又恰好在此。仙家机关，你们凡人能研究出什么？但只要本仙对这老旧弩炮稍加改进，那就是你们难以想象的进化了。也算是一种仙缘吧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能用新龟中机对抗魔神。在场的诸位仙家，也都能够为他注入仙力。事不宜迟，决战就在此时开！
申君正在操纵归中机，不要让他们被愚人众干扰了。能行动的千岩军都跟我上，我们也来帮忙。仙众与魔神几千年没较量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还剩几分本事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漩涡之魔神奥塞尔，那是他的神力，我很熟悉。小心躲避！愚人众，他们的进攻也变得更急了。哼，胆子不小。此事了结之后，那些至东国的外交官，一个也别想逃。脱开我！各位小心，魔神的力量恐怕已经提升到极限了。换言之，只要撑住，后面就没有更难的了，是吧？干扰已除，终于无需分心，可以全力施为。有效果啦！就这样压制下去的话，小心些吧。归中机被毁了，失去它的压制，我们很难继续反击。但群玉阁是最后的屏障了，无论如何，已经不能再退让半步。我有另一个方案。凝光小姐的意思是，我要放弃群玉阁。这是何意？我明白了。旅者，请你助力。再会了，我的老友。今日一别，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重聚。这样，终于算是结束了吗？那股极其凶煞不祥的气息，确实已经淡去了。百无禁忌录的效力本就不是永久，又被群玉阁重新镇回孤云阁之下。即使是漩涡之魔神，想必也无法再度兴风作浪了吧？多谢各位仙人鼎力相助。若非诸位碰巧在此，璃月港的未来实在难以预计。何必借机奉承？而且我们可不是碰巧在此。我们的来意，你转眼就想装作忘记了吗？流云，先不必如此针锋相对。我曾听说，宁光刚开始学做生意的时候，就已开始用他非常有限的收入来筹备群玉阁的工程。起初，他只有房间大小，而在不断扩建之下，如今已是如此规模的宫殿。这是他作为商人，作为七星的精神支柱，亦是他本人一生的写照。群玉阁为璃月而毁，于他意义重大。
我想，如此程度的合作和牺牲，起码可以换来一句赞赏。不，这时应该要说，起码可以当作谈判的一枚筹码，才更合我的心意。多谢这位仙家愿意替我分说两句。其实诸位仙人今天的来意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哦，3700年。据记载，诸位仙家与帝君签订契约，守护离月，已于3700年。直至如今，离月的山水土地一如磐石般稳固，同千年前别无二致。这是令人赞叹的伟业。可这并不代表离月还是3700年前的离月。请不要只把守护的目光投在这片土地上，也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，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吧。你是在质疑我们守护离月的方式？绝无冒犯之意，只是希望各位前辈能再为离月考虑一次。哼，居然还以前辈相称，你们这些七星后生，在我面前根本论不上辈分。今天早上，我还梦见了帝君。在梦里，我想对他说，我辈七星虽为凡人，同样有契约在身。历代七星的积淀，每一代七星都会留下值得继承之物。我还想告诉帝君，历代七星已经在您指引之下，努力在人类的世界生存下去，构筑了名为贸易的契约之网。但这些我都没说，我只是看着他，直到梦醒。啊，宁光，所谓旁观者清，你又想说什么？是呀，那是在蒙德发生过的一个故事，四风守护与风神子明之间的故事。风神想要阻止他们的对立，因为他觉得对立只会在双方心中留下伤痕，没有任何好处。尘世的七国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。你说的虽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，但我们身为仙人，总归不该让帮过忙的异乡人来看我们的笑话。好了，宁光刚才不是说，请仔细看看这座城市，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吗？这样的观察，我是尝试过的，你们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诸位仙家，恕末将甲胄在身，未能施以全力。你又是谁？我是千岩军教头冯岩，特地来向仙人道谢。本以为这一战就是我的最后一战，是诸位仙家出手相助，这才不至于全队伤亡惨重。诸位仙家大显神威，我只是平凡一兵，但我今后也定会坚守阵线，不会辜负了诸位仙人的恩情。咦，大家怎么好像垂头丧气的？不是刚打败了大怪兽吗？你不害怕吗，小姑娘？刚才那么危险。畅畅不害怕，因为有千岩军的叔叔们在，有带着神之眼的厉害大人、厉害哥哥姐姐们在，还有全离月的所有人都在。危险的时候，大家保护畅畅；平时大家就做好玩的好吃的，还会把海港造得越来越漂亮。那边的大哥哥，谢谢你保护离月港，下次海灯节的时候来做客吧。没有办法来。啊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毕竟是仙人。这样啊？
那仙人也真是不好当呢。啊！诸位，看吧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模样。契约的国度仍然感激仙人，但这么多年来，璃月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也不是非要倚仗仙人之力才能解决。被我们称作凡民的人们，血脉脆弱，却也坚强。身与璃月的契约已逾1000年，如今已是璃月与人契约的时代。看看周围，我们只不过站在这港口，似乎就感觉有些格格不入了。你说是吗，流云？问我做甚？又不是我领头来这里粤港兴师问罪的。咦，仙人那边的气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回去吧。降魔大圣。降魔大圣的意思我能明白。许久未见的璃月，也的确与我印象中大相径庭。恐怕等我摸清这里的全新契约时，你们人类又该在璃月走出更新的样貌了吧？算了，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。罢了，诸位仙家都同意的话，我也不再执着了。但仙人离去之后，璃月七星是否一手遮天，依我之见，仍然不可不防。好了好了，薛岳，你这老家伙，别管这么多。要我说，这监督之权，不如就留给璃月万民吧。啊，一场人仙大战的危机也算是和平收场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虽然和平是好事，但还有一件事没解决。这场危机的原因，公子放出魔神进攻璃月的原因，是为了逼阎王爷现身呀。危机只靠我们就消除了，所以阎王爷还是没有出现。这么说的话，那位神灵的死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二位有何事？往生堂目前不太方便接待生客。我们来找钟离，能替我们传个话吗？钟离先生现在不在堂内，似乎是造访北国银行去了。北国银行，那不是愚人众的产业吗？对了，我们上一次见钟离还是在去黄金屋之前，他会不会还不知道魔神进攻璃月的事？在这种时候跑去愚人众的地盘，感觉很危险。没办法，这样的话虽然对我们也挺危险的，但还是得去看看吧。你居然说这是执行官之间的合作？所谓合作，至少应该信息互通。别计较这些了，公子。你最后无视了交易与算计，单纯的大闹了一番，不也挺开心的吗？很符合你的风格啊。等等，好像有你们的熟人来了。是钟离和公子，还有你是那个愚人众执行官。哼，是你们在吟游诗人的城市见过一面吧？还不错嘛，有好好记得我的名字啊。毕竟眼睁睁看着朋友被夺走重要之物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，哼，很难忘记吧？哟，事情结束以后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。怎么说呢？气氛稍微有些尴尬。哼，当初知道你是愚人众执行官的时候，就不应该相信你。
别这么说，虽然之前稍微欺骗了一下你们，但我对这位旅者本身没有什么恶意。除了最后的翻脸比较可惜以外，之前的合作还是蛮愉快的，不是吗？只是立场不同，我不会把这当作私人恩怨。当然，你们保留对我的私人恩怨倒是无所谓的。反倒是女士和钟离先生那边，可真是把我骗惨了。其实，别浪费时间，公子。你们要聊天，就等我办完正事再慢慢聊吧。依照约定，我来取你的神之心了，欧拉克斯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哼，契约已成，如你所求，赐汝应许之物。哼，居高临下的口气。什么？原来你就是阎王爷？不，虽然这件事也很让人震惊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把神之心送给愚人众？不是赠送，而是基于契约的交易，是我和那位冰之女皇之间的事。是啊，你假死的事真是太过分了。大家办着仪式迎接你，突然天上啪叽掉下一条龙，然后璃月港就一片混乱，还差点引来了大灾祸。呵呵，把水面之下涌动的暗流汇聚起来，施压到极限以后再爆开，这不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吗？咦？还是由我自己来说明吧。如你所知，我在世间已度过6000余岁，与仙人一同建立璃月，也是3700年前的事了。漩涡无法击碎的盘岩，也会在时光的冲刷之下磨损。只是我一直说服自己，磨损出裂纹的那一天还没有来临而已。直到某个微雨的白日，我在港口漫步，听到一个商人对属下的夸奖：“你完成了你的职责，现在去休息吧。”那时，我在来往的人群中驻足良久，心中不断自问：我的职责又是否已经完成？钟离。但当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退下神位时，我才发现，我还有许多无法离开的理由。与神同行之地璃月，他是否已经做好进入下一时代的准备？我必须创造一次认真观察的机会，然后再做决定。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次假死，将公子、仙人与璃月七星一同卷入混乱之中。非常好，在我手中多保留了一段时间的神之心，似乎也失去了意义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何我将神之心保留到了现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切混乱都到了没法收场的地步，你就会亲自出面，用神力最后为璃月压服一次危机。当然，而且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唉，但现在看来，就好像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会迅速变得成熟一样。这座名为璃月的城市，在神的死亡面前，也已经有所成长。此次所有事件的最终解决方式，令我感到超乎预期的满意。世外隐居的众仙，他们所知的信息最少，但他们先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，又在危难时愿与七星合作，最后还尝试理解了民众的心。这位女士，作为冰之神派来完成契约的使者，在我的要求之下，全程瞒过了他的同僚公子，没有泄露自己所知的真相。我本人则是以凡人钟离的身份行走，最终也以这凡人身份践行了璃月的传统。这趟旅途，感谢你与我同行，旅行者。以上种种都在我计划之内，唯一超出我预想之外的，
是离月七星的行动。我对他们的期待原本与仙人相同，守护离月即可。但他们最终交出的答卷是，借此机会取代神明，利用我死之后的真空期，迅速掌控离月的所有权利。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倒觉得这样很好，这也是我曾经一边担心为时过早，一边隐约期待终要到来的事，是对我这个旧日神明的真挚践行。喂，那我呢？你们把我耍得团团转，不向我表达一下歉意吗？哼，不如对你说声谢谢吧。你的搅局其实也是局中的一部分。炎神应该感谢你的精彩演出才是。若不是你创造了仙凡与魔神一战的巨大压力，那么炎之神手中这块把玩了几千年的石炭离月，也无法成为熠熠发光的钻石。啊？为什么你站在别国的神的角度嘲讽自己的同僚？想打架吗？唉，话虽如此，但你现在是离月的功臣，我却要永远被纳入离月的黑名单了吧？呵呵。那么，神之心已到手，闲谈也无意义。你我还是先回至东宫觐见女皇吧。唉，好吧。不过我要晚点回去，我可不想与你同乘一条船。哼，请随意。最后，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是啊，钟离常说交易要讲求公平，可是这世上还能有什么东西值得用神之心来交换呢？以普遍理性而论，确实没有。但我是契约之神，千百年来经由我手订立了万千契约，一场交易若非有利可图，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。与冰之神的交易，是我作为炎之神的最后时刻所订立的终结一切契约的契约。至于天平的另一端，那位冰之女皇究竟加上了怎样的筹码，就在你未来的旅途中，由你自己去揭晓答案吧。今天好像就是送仙典仪举办的日子啦。虽然其实要送的主角是假的，但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筹办，不去看看就太可惜啦。这送仙典仪一办，也就说明那些传言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吧？阎王爷老人家，他还真就……可问题是，怎么没见抓着凶手啊？废话，能刺杀得了阎王爷的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小道消息里讲的那几个可疑人物，我觉得都不靠谱。只有一种说法，我倒觉得可能性很高。听说刺客就是那愚人众里的，官儿做的挺大的一个年轻人，名号好像叫做公子。愚人众，那确实很有嫌疑。谁都知道那是群贪得无厌的家伙，歪门邪道。嘘，小点声，让愚人众盯上了怎么办？现在可没阎王爷保你了。你说那海里的魔神总归不会无缘无故忽然就出现了吧？都被阎王爷镇压了2000年了。哎，是啊，又正好赶在阎王爷出事的关口上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刺杀阎王爷的和把魔神放出来的都是同一个人？哎呦，你要这么说，确实很有可能啊。说得通，说得通。一切都连起来了，一定是那人和魔神勾结来害阎王爷的。这杀千刀的心可真黑。哎，不过什么人才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呢？我活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这号人物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咱也别在这儿猜了。那边的千岩军好像要发通告了，先听听人家总务司怎么说吧。传七星官文通告，众人须知，腾龙飞临，
虽寿比山岳，终为土灰。帝君先疾，命其日月，然阴晴有时，恰逢雷劫。皆谈相说，流言种种，曰帝君遇刺，实非真章。帝君遭逢天劫，魂归高天，故此昭告离月，上启众民节哀，免治心伤。又即勿再听信坊间传闻，妄加臆测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七星的通告说了些什么？嘿，七星的说辞居然变成了这样，不太对劲，怎么会这么快就放弃追查凶手了呢？而且这理由感觉像是临时想出来的一样。难道说七星已经知道了阎王爷其实没死的事？可钟离明明说过，七星和仙人都是不知道的。是不是钟离完成了神之心的交易以后，就偷偷告诉他们了？是吧是吧？哦，对了，送仙典仪好像已经开始挺久了，我们快点过去看看吧，不然就要结束了。啊，是宁光和克勤，他们在说什么？快结束了吗？正如方才所言，帝君魂归高天，是契约的断绝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3700年的契约啊，烧着烧着就成了灰烬。离月人曾经是幸福的，在幸福中忘却了时光的冷酷。有神之地的长梦，悠长无期。梦醒之后，人就学会了诀别。在契约重立之后，你们会祝福下一个时代吗？那么，天权大人的致辞到此为止。玉衡大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嘿，他怎么好像在往这边看？旅行者。哇，他真的在往这边看。那就是传闻中击退了古神的旅者吗？好年轻啊！离月七星有恩必报，而且想必你也听说过，我们手眼通天，无所不能。说出你想要的报酬吧，因为那是你应当收取的。哇！那就帮我贴几张寻人启事吧。你这家伙，刚才的发言究竟是为了耍帅，还是真的那么无欲无求呢？寻人启事这种东西，明明私底下和我说一声就行。会场的整理，管理人群的疏散，仪式的书面记录，回头还有好多工作要做，应该没有什么遗漏吧？拉拢了你，或许是这盘棋中最亮眼的一步了。但后人复盘时，一定也会这么评价的。喂，钟离，你看看，离月的民众都觉得从此再也见不到阎王爷了。你自己看看这片追思感怀的气氛，你本人的样子，怎么却有一种一身轻松的感觉呢？卸下了3700年的重担，难道不会变得轻松一些吗？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请你们去新月轩吃饭。哼，别吹牛了，钟离，3碗不过岗我还能信，但新月轩可是连茶位费都要收钱的，你真的请得起吗？这么说来，摩拉确实不够。身为阎王帝君摩拉克斯，
我自然可以轻易创造魔拉，但既然选用了钟离这样一个凡人身份，就应该遵循凡人的规矩。此前与你们同行的旅途，虽然神之星仍在我手，但我自知将要退下七神之位，又岂能不对未来的新生活稍作预演？怪不得，我明白了，钟离花钱总是根本不看价格，原来是因为不习惯看价格啊。但他也还不习惯一个不能随时变出魔拉的自己，所以才变成了到处白吃白占、要人买单的社会废人。不，只是花了些愚人众的钱而已，不用把我说成这样吧。在贸易之都，人们交换的不仅仅是金钱与货物，亦有知识、技艺与眼光的交换，以及身份、角色与生活的交换。神明摩拉克斯再怎么作为阎王爷下凡与民同乐，毕竟也与成为钟离这个真正凡人的感受有所不同。此事我尚需向你道谢。作为钟离的我，也会珍惜与你在离月坊间同行的记忆。没错，只是任何旅途中的旅伴同行，都会有分别的一日。接下来可能也该动身，继续寻找七神的旅途了呢。旅途若要继续，恐怕稍有难处，因为离月的海上邻国道期正处于锁国之中。是的，因神灵意志而定的锁国。道期的雷之神巴尔，与离月人更愿称我阎王帝君一样，他在道期当地亦有别称。我听说那位神灵的名字是雷电。确实如此。又因为雷电乃是道期幕府的将军，所以人称雷电将军。说起来，虽然我最近在码头听说道期的局势非常紧张，但好像也并不是一直这样的，至少去年还没到这种程度。钟离，你是离月的阎王爷，应该对那边的事也知道一些吧？道期搞成现在这种锁国的样子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是因为神之眼。神之眼？面对无法掌控的境遇时，人们总是窥探自己的无力。但在人生最陡峭的转折处，若有凡人的渴望达到极致，神明的视线就将投射而下。这就是神之眼，受神认可者所获的外置魔力器官，用以引导元素之力。这是提瓦特大陆公认的观点呢。但从去年起，雷电将军在道期颁布了眼授令。眼授令？在全道期范围内收缴所有神之眼，镶嵌在千手白眼神像的手中。收缴神之眼？为什么？神之眼不是神的恩赐吗？想必在雷电将军看来，正因为它是神的恩赐，所以神才有任意处置的权利。哇，真是严苛的想法。风神是自由之神，炎神是契约之神，而雷电将军是追求永恒的神。为了永恒的国度，看来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排除任何不稳定因素了。此时此刻，连七神中最古老的我也逝去了，这或许会更坚定他追求永恒的决心吧。颁布眼授令时，他一定也对他的国民重复了那句他最常说的话：在七神追寻的7种理念中，唯有永恒最接近天理。好了，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？亏他们想得出来，渡劫失败，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理由？不过七星急于了结此事，不再追查凶手，确实是因为他们暗中得知了帝君未死的消息。不止七星，诸位仙人那里我也都已经暗示过了。你问联系他们的方法，
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叫做托梦的便利仙术？说起来，在七星发出公告之前，我们听到好多路人的谈论，把最近一连串事件里所有的黑锅全都甩给了公子呢。但即使这些不实指控确认为假，公子派人登上群玉阁，试图阻挠众仙与七星对抗魔神，仍是不争的事实。听说宁光正在外交的战场上死死咬住这件事不放，把愚人众的使节们杀得焦头烂额。那些可怜的至东外交官，要不是因为执行官地位崇高，一定会更想把所有黑锅都甩在公子头上，宣布把他开除吧。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连璃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璃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呢？克勤的这句话说得不错，虽然我夸赞过宁光的权力欲，认为那是好事，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七星从神手中接管璃月权力的计划是由宁光主导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最初提出夺权的该不会是……对了，钟离，现在你没有神之心了，那提瓦特的摩拉要怎么办呢？摩拉克斯死了以后，他们会消失吗？还有，黄金屋是全大陆唯一的铸币厂，以后它还能继续运作吗？现存的摩拉不会消失，但黄金屋确实会停产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制造摩拉时必须借助炎之神的力量。哇，好可怕！我们都要没钱用了，这个世界要毁灭了。的确，此事意义重大。从金融角度来说，算了，这种令人烦恼的话题，还是更适合让璃月七星去谈论。那么，你有自己留一些私房钱吗？哦，私房钱。以普遍理性而论，真是个好建议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忘了。那么，就想办法找出突破锁国的方法吧。别着急，这或许还需要一些机缘。